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原來如此。今天呢，節目很特別，是一期計劃以外的內容。原本呢，我們今天的文案已經寫好了，但是呢，突然間覺得我們要跟大家分享另外的一個內容。我們今天給大家的一個題目就是當代基督教最嚴重的問題。當然，這樣的標題看起來又有一點好像誇大其詞，但的確我們能夠想到的，今天的教會文化的確存在着這樣的一個巨大的讓很多基督徒都困惑的問題。那麼今天在教會文化的推動下，教會已經變成了一個由牧者帶領、由會員參與的這樣的一個非常宗教化的組織。當我們來到教會的時候，幾乎都能夠所感受到的情況是，做會員或者做會众的，你就是坐在下面聽，然後呢，有牧者在台上跟你講。那麼在敬拜讚美的環節，就有服侍的同工上台跟大家一起敬拜讚美。但是呢，很多教会所采取的形式就是真的很像演唱会。前段时間我看到一個某教会在後台錄制的一小段視頻，上面呢就是這間教會正在進行敬拜讚美的時候，在他的控制室裡邊有導演在做每一個細節上的布置安排，包括領唱的下一句要唱什麼，這一段唱完了要唱哪一段開始接，什麼時候某種樂器一定要進入，以及攝影師什麼時間要給到哪一個鏡頭，什麼時候鏡頭開始放大，什麼時候鏡頭要給出特寫，真的就好像一台直播的晚會一模一樣。而且呢，這種直播是一種高強度的，甚至來講分秒必爭的這樣的一個非常緊張的一個狀態。其實今天的教會界一直在爭論這件事情，就是我們的敬拜讚美是不是要表演，這種演唱會式的敬拜讚美是不是主所悅納的。所以今天的教會大致就分成了这麼一個3個不同的人的等級，就是普通坐在下面的會眾，以及能夠上台服侍的一些同工，最頂級的呢就是牧者傳道。那麼對於普通下面的會眾而言，那麼我有時間呢我就去做禮拜，沒時間呢就可以去其他的地方，比如最近過春節了，很多教會人變得越來越少，所以有些人就開玩笑，每到臨近春節期間的教會禮拜的時候，大家說快到春節了，就是不太一樣，就是很有特點，就是教會人越來越少。那麼很多教会都面臨這樣的問題，為什麼？那就是普通的會員是相對比較自由的，你想來就來，你不想來就可以不來。很多人呢，在春節期間都會組織外出旅遊，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呢，那可能就不來教會了。但是呢，對於一些服侍的人員，那他是走不開的。不過這些個音樂同工們至少不是一個蘿蔔一個坑，而是幾個蘿蔔有一個坑，相互之間呢可以輪休，可以調整，但是呢總有一部分人是必須要來的。然後就要說到牧者，牧者是哪裡都不能去，就算没有人來教會，他也要來教會講道。所以就變成了，如果你做牧者的，你是最不自由的；如果做同工的，你所受到的這種牽制也是有一定影響的。然而呢，如果你作為普通的會眾，幾乎來講，你來不來教會都是自由的。但是我们今天要面臨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基督徒如果不來教會，那麼是不是一定就過不了審判呢？或者說基督徒不來教會是不是就一定要下地獄呢？
可以肯定的說，應該不是這樣。不能說基督徒不來教會，或者偶爾幾次不來教會，那麼他就要下地獄。那麼聖經中没有這樣的教導。但是我们在這種教會文化的影響下，很自然的就形成了一種好像基督徒就是普通的基督徒，那麼你要遵守的是一种規則。同工呢，就要求的会更高一点。那麼作為全職的牧者，那聖經給他們的要求就是最多的，對他們的要求也是最高的。那麼這樣的情況是不是符合聖經呢？我們可以把聖經翻遍了，其實我們都找不到聖经中对人需要有幾套的標準，沒有的。聖經對於基督徒只有一個標準，並不是說聖經對於傳道人、對於牧者就有更高的要求，那麼对於普通的基督徒就有相对比較低的要求，不是兩套標準。所以今天的教會文化讓我們更多的是宗教化，而不是更多的在信仰上能夠靠近主。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今天很多人覺得，如果做基督徒你要敬虔，你就去做同工；如果你再敬虔，你就去做牧師傳道。好像不做傳道人、不傳福音的基督徒，那就是二等基督徒。今天这樣的一種思想是根深蒂固的，而同時這樣的一種思想也是極其危險的。所以有人就覺得，幹嘛要當基督徒呢？做了基督徒，星期天就不能出去玩了，要做禮拜。那麼我們的信仰不是讓我們可以更自由嗎？為什麼信了主之後，人卻變得越來越不自由了呢？有各種的事情牽制你，這樣不能做，那樣不能做。我只想說，他們不明白自由到底是什麼，或者說聖經中的自由到底是什么。今天的教會能夠正確的傳講聖經真理的其實是不多的，並不是我在這裡一定要批判今天的教會，而是今天的現狀就是這樣。今天我們就是在一個極度宗教化的這麼一種信仰環境下來成長的，而且很多的傳道牧者，他們不希望做出任何的改变，甚至他們一輩子的講道方式都是一樣的。這是一種被訓練出來的，但只能說這是一種非常錯謬的思想。基督新教在經過這幾百年的改革之後，逐漸的又回到了羅馬天主教的從前的錯謬的路上。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提出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眾人皆祭司，教會中不應該有神職人員和平信徒的區別。我們知道羅馬天主教有着嚴格的神職人員和平信徒的區別，以至於他們領聖餐的時候，神職人員才可以領杯，而普通的會眾只能領餅。所以呢，在羅馬天主教他們領聖餐的環節，普通的平信徒就只能領一個餅。雖然今天的基督新教，我們在領聖餐的時候，杯和餅你是都是可以領的，但是呢，形式改變了，逐漸的它的內核又回去了。大家心目中又開始有了平信徒和神職人員的概念，這真的是很令人遺憾的。好像神職人員就在教會中特別要被高看一眼，甚至呢，一些教會中在為人禱告的時候，一些讀過神學院的、經過培訓的，或者被安立為宣教士等等的，他們呢，好像就有更多的權柄。一個人在教會中的權柄是看你的服事，而不是看你是不是讀過神學院，而不是看你是不是被安立過。
那都是人給你的權柄，而不是神給你的權柄。似乎今天的教會裡邊有過更多的專業的培訓，或者呢有更多的名头，那麼好像這個人的权柄就更大。而事實上聖經告訴我們，你在教会的服事，誰在教会中的服事越多，誰在教会中就應該得到更多的尊重。但今天不是這樣，今天更多人覺得上台才是服事，在台上領唱、駐唱、彈樂器、禱告、分享，這才是服事神。而聖經中一再告訴我們的就是服事人才是服事神。很多時候聖經是通過人來服事人的，而不是说你在上面唱首歌，你在上面彈一個樂器，或者你在台上禱告一下，讀幾句聖經，分享幾句，這就是服事神。神從來不要你服事。耶穌基督降世為人的目的是来服事人，那麼今天在教會中，我們卻變成了好像是在不断的向神在獻媚，不断的向神展示，像过去的異教一樣，他們的祭祀，他們的舞蹈音樂都是為了取悅神明。那麼今天我們看看現實中的教會，是不是也有這種趨向呢？這就是人墮落的開始。沒有人會在乎是不是聚會中有神的同在，更多的是在乎網絡的連接、燈光、現場的銜接等等這些技術性的問題。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說的是，並不是繼承事實的東西就一定是对的。今天我們基督徒每個人手上都有聖經，我們要仔細的去讀，仔細的去領會。如果你不懂聖經的話，今天的教會怎麼做，你就只能跟着那麼走。如果一旦教會走錯了，你也會被他帶到錯謬的路上去。而且真正有一天我們面对神審判的時候，你這樣的狡辯是行不通的。你說我是跟着教會走的，他們走錯了，我也跟着走錯了，那麼神会告訴你，那不是我的教会。我所說的話都寫在聖經中，你為什麼不看呢？所以今天很大的問題也是因為基督徒的懶惰。今天不像過去了，過去聖經少，能夠識字的人也少，但是渴慕的人還是很多的。而今天呢，聖经遍地都是，人們的识字率也有显著的提高，但是呢，今天喜歡讀聖經的人卻越來越少了。所以今天我們當走進教會的時候，你發現教會中存在的這個現狀，你要清楚地對自己說，其實不是這樣的。你有責任知道應該怎樣去做。雖然這麼做很難，但是呢，這是你必須要做的事情。因為這件事情關乎你的生死，關乎你的未來。如果你對自己將來的生命，对於自己将來的路，你都不在乎，那麼誰會在乎你呢？如果你願意做一個隨波逐流的基督徒，那麼沒關係，這期節目或者我們這個頻道所有的節目，您都可以視而不見，您可以離開這個頻道，去看那些你喜歡看的東西。但是如果你想真正做一個能夠明白真理的基督徒，真心的希望從今天開始要好好的讀經禱告。我們的另一個頻道同在一直在跟大家分享研經解經的內容。當然我們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們只能把自己領受的東西来在這裡分享給大家。雖然神很大，讀聖經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領會，但是聖經的真理是不變的。每一段聖經要告訴大家最核心的那個真理是一樣的。如果你能明白聖經的真理，你就會發現其實很多牧師的講道都錯了，
或者說他們把次要的東西当成主要的東西去持守了，這就有問題了。所以今天實際上是一個教會非常黑暗的時代，我們在這樣的一個時代中保持敬虔是很困難的，所以求主怜悯，求主興起更多敬虔的傳道人，能夠在世上傳講純正的道理，這對於每個基督徒來說都是彌足珍貴的。我們提到過，原来如此和同在這2個頻道是否能夠一直保持更新，是否能在正確的道路上不偏離，這都是需要神憐憫的。我們也不知道我們到底能夠堅持多久，所以希望大家能夠珍惜當下的这个環境。今天已經有基督徒開始分步驟的慢慢的開始背聖經了，因為他們覺得可能有一天連紙本聖經他們都看不到。所以今天呢，我們還沒有受到這麼嚴重的逼迫，大家且行且珍惜吧。原來如此，我們下期見。